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职场如战场，实习期的我拼搏不息，却屡遭刘总刁难。而刘洋，那个整天迟到早退的同期实习生，却能一路绿灯。当我终于忍无可忍，质问刘总：“你知道我爸是谁吗？”他冷笑着回应：“天王老子来也没用。”正当我攥紧拳头，血气上涌时，他的电话突然响起，那头传来的声音让他脸色煞白。“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你惹错人了。”刘总看向我的眼神，第一次带上了恐惧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毕业的喜悦还未散去，我就幸运地加入了远景集团这家业内知名企业。第一天踏进公司大厅的那一刻，我的心跳加速，手心冒汗，满脑子都是对未来的期待和忐忑。欢迎加入远景集团，小陈，希望你在实习期内能够有出色的表现。人事部理解温柔的微笑给了我莫大的鼓励。远景集团有着严格的6个月实习期制度，据说只有表现最优秀的人才能成功转正。我被分配到市场部，负责协助团队处理市场分析和客户管理的工作。第一次部门会议上，我见到了我的直属上司，市场部经理刘总，一个40多岁、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。刘总西装革履，目光如炬，简短有力的发言让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专注地聆听他的每一个字。新来的实习生，不要以为拿到了入场券就万事大吉，能否留下来完全看你们的表现。刘总的视线扫过我们几个新人，声音低沉而冷静。我暗暗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在实习期内展现自己的能力，成功转正。办公室里有5名和我同期的实习生，大家表面和气，背地里却暗藏竞争。刘洋是我的同期实习生之一，第一天就迟到了半小时，却丝毫不见紧张，大大咧咧地走进办公室。“刘洋，以后注意时间。”刘总居然只是淡淡地提醒了一句，这与他平日严厉的作风大相径庭。小王是北大毕业的高材生，做事认真细致；小张家境优越，人脉广泛；小李能言善辩；小赵是海归，英语流利。相比之下，我只是一个普通大学的毕业生，除了勤奋和热情，似乎没有特别出众的优势。听说市场部这次只留1个人转正，内部竞争很激烈呢。午餐时，办公室的八卦达人小周悄悄对我说，加班成为我生活的常态，每天早上7点到办公室，晚上11点才离开，为的就是能够在众多实习生中脱颖而出。1个月后的部门考核中，我的市场分析报告获得了客户的好评。刘总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。“做得不错，继续努力。”同事王姐悄悄对我竖起大拇指，这简单的鼓励让我倍感温暖。让我意外的是，刘洋虽然经常迟到早退，工作也不是特别认真，却总能得到刘总的额外关照和指导。年轻人有潜力，需要多给机会。刘总这样解释他对刘洋的特殊态度，引得其他实习生私下议论纷纷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逐渐适应了公司的节奏，工作能力也有了明显提升。实习的第3个月，情况开始微妙地发生变化。刘总开始对我格外严格，每次会议上总能找出我报告中的问题，有时甚至是无关紧要的小细节。这个数据来源可靠吗？为什么没有更详细的分析？这个结论太过主观，
缺乏数据支持。刘总的批评一针见血，让我无言以对。我开始接到越来越多的临时任务，经常是在下班前半小时被通知要完成一份紧急报告。小陈，能者多劳嘛，我相信你能处理好。刘总拍拍我的肩膀，语气里带着不容拒绝的坚定。办公室里的空调总是开得很足，但每次加班到深夜，我的后背还是会被汗水浸湿。同期的小王也发现了刘总对我态度的变化，有一次午休时悄悄问我：“小陈，你是不是得罪刘总了？”我摇摇头，回想这段时间的工作，实在想不出自己哪里做错了什么。与此同时，刘洋的表现越来越嚣张，经常在办公室里大声讲电话，用某某总的名字炫耀自己的人脉关系。昨天和张总吃饭，他可是特别欣赏我的想法。刘洋总是这样不经意地炫耀着自己的关系。更令人费解的是，刘总对刘洋的这些行为视而不见，甚至还经常把最好的项目和资源分配给他。公司年终大型项目启动，每个实习生都被分配了不同的任务，这是展示能力的重要机会。小王负责市场调研，小张负责客户对接，小李负责方案设计，小赵负责国际业务协调，我被安排负责资料整理和会议记录。这明显是最基础、最没有亮点的工作，而刘洋竟然被指定为项目副组长，直接参与核心决策。这个安排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。刘总，我能否也参与一部分市场调研工作？我在这方面有些想法。我鼓起勇气在项目分工会上提出请求。刘总皱了皱眉，冷冷地说：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，做好分内的事就是最大的贡献。”会后，我提交了一份关于市场趋势的补充分析，希望能够引起刘总的注意。你的想法太理想化，不切实际。刘总只扫了一眼，就将文件推到一边，连具体问题都没有指出。同事王姐看到这一幕，安慰我说：“别灰心，刘总对你特别严格，可能是对你期望更高吧。”我点点头，强颜欢笑，心里却升起一股无名的怒火和委屈。更令我不解的是，刘洋明明犯了严重错误，导致一个客户投诉，刘总却轻描淡写地带过，而我的每一个小失误都会被放大。刘洋在公司里有人罩着呢，你斗不过他的。午餐时，小周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听说他和某位高层有特殊关系。”这个消息让我心中一沉，难道在这个公司，能力真的不如关系重要？实习期过半，人事部开始对每位实习生进行中期评估，这是转正的重要参考依据。评估会前一天，我熬夜准备了详细的工作总结和未来规划，希望能够打动评委。会议室里，刘总面无表情地听完我的汇报，然后开始列举我这几个月来的所有失误和不足。市场分析缺乏深度，客户沟通技巧欠佳，团队协作意识不强，抗压能力有限。刘总的评价如同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。我试图辩解，但每说一句话就被刘总打断，最后只能沉默地接受这些不公正的评价。走出会议室，我的心情跌到了谷底。明明这些月来我付出了比任何人都多的努力，为什么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结果？与此同时，刘洋的评估会却是另一番景象。我从门缝中看到刘总笑容满面地与他交谈，气氛轻松愉快。2周后，除了我以外的其他实习生都收到了转正面谈的通知。
唯独我的邮箱空空如也，可能是系统延迟。再等等吧。安慰自己的话，连我自己都不相信。忐忑中，我鼓起勇气去人事部询问情况。李姐看到我时，明显有些尴尬。小陈啊，刘总提交的评估报告对你不太有利，建议你主动和他沟通一下。李姐欲言又止，显然有些难以启齿的事情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敲响了刘总办公室的门，决定直面问题。进来。刘总低头看着文件，头也不抬地说道：刘总，关于我的转正问题，我想了解一下您的想法。我尽量控制着声音不要颤抖。刘总终于抬起头，眼神冷淡。业绩不达标，能力不符合岗位要求，建议你另谋高就。但我的客户满意度一直很高，月度报告也都按时完成，哪里不符合要求了？我据理力争。刘总合上文件，语气变得强硬。公司需要的是能够创造价值的人才，而不是只会完成基础工作的普通员工。我可以提升，可以学习，请给我一次机会。我几乎是在恳求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，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行业。刘总的话像是宣判，不留任何余地。我失魂落魄地离开办公室，一种被深深背叛的感觉涌上心头。那天下午，我躲在洗手间里偷偷抹眼泪，无法接受这个现实。擦干眼泪回到工位，我开始冷静思考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。第二天午休时间，我经过会议室，无意中听到里面传来刘总和副总张总的谈话。市场部这次只能留一个人转正，你确定要留刘洋？张总的声音透过门缝传出。已经定下来了，其他人我会妥善安排的。刘总的回答让我心头一震。那个小陈表现也不错，客户反馈都很好，就这样放弃有点可惜。张总似乎有些惋惜。刘总冷笑一声，再优秀也比不上有背景的人，这是现实。话是这么说，不过小心玩火自焚。听说这届实习生里有几个背景不简单。张总意味深长地提醒道：我自有分寸，放心吧。刘总的语气充满自信。我站在门外，心如刀绞。原来一切都是因为刘洋有背景，而转正名额只有一个。回到座位，我深思熟虑，决定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最后的机会，而不是轻易认输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加倍努力工作，同时暗中调查刘洋和刘总的关系。刘洋经常和刘总一起吃饭，两人关系很好。王姐悄悄告诉我，有人说他们是亲戚，但具体什么关系没人知道。我又找到了几位客户，请他们如果满意我的服务，可以直接向公司高层反馈。小陈，你的服务非常专业，我已经向贵公司董事长写了感谢信。一位重要客户拍拍我的肩膀，给了我一线希望。但同时，刘洋似乎也察觉到了危机，开始更加积极的工作，甚至主动加班。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。听说你还在争取转正？刘洋在茶水间堵住我，语气中带着挑衅。奉劝你一句，别白费力气了。每个人都有公平竞争的权利。我平静地回应，不想被他的挑衅激怒。刘洋冷笑一声，公平？你太天真了，这个世界从来就不公平。那就让时间证明一切吧。我转身离开，不愿与他纠缠。随着转正日期的临近，办公室的气氛越来越紧张。大家都知道市场部只有一个转正名额，竞争异常激烈。周五下午，大多数同事都已离开。我站在刘总办公室门口，
深吸一口气，轻轻敲门，请进。刘总的声音从里面传出，依旧冷静而不带感情。我推开门，刘总正在整理文件，抬头看了我一眼。有事？刘总，我想再谈谈我的转正问题。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坚定。刘总放下文件，靠在椅背上。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，没有再谈的必要。但我认为我的表现足够好，至少应该得到一个公平的评估。我直视着他的眼睛。刘总微微眯起眼睛。公平？你觉得什么是公平？每个人能力不同，机会自然也不同。我所要求的只是基于实际工作表现的评估，而不是被其他因素影响。我的声音开始有些颤抖。刘总冷笑一声：你太天真了，职场哪有绝对的公平？适者生存，不适者淘汰，这才是规则。所以您承认选择刘洋是因为他的背景关系？我直接点破。刘总的表情一僵，随即恢复正常。你这是在指责我徇私舞弊？不是指责，而是在陈述事实。我的勇气被激发出来。我听到您和张总的谈话了，您亲口承认选择有背景的人，而不是能力更强的人。刘总的眼神变得锐利。你偷听我说话？我只是在寻找真相，寻找被不公正对待的原因。我迎着他的目光，不再退缩。刘总站起身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这些都是你的猜测，没有任何证据。我可以去人事部申请评估复核，也可以向总部反映情况。我亮出自己的底牌。刘总突然笑了，笑容里带着讥讽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一个实习期都没过的小员工，有什么资格挑战公司的决定？愤怒和委屈在胸中翻滚，我脱口而出：你知道我爸是谁吗？刘总的眼睛紧盯着我，办公室里的空气凝固得令人窒息。他冷冷地说出那句让我血气上涌的话：天王老子来也没用，你以为靠关系就能在我这立足？这里是远景集团，不是你家的后花园。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，刘总的办公桌电话突然响起，打破了僵局。刘总瞪了我一眼，拿起电话：喂，我是刘明。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虽然模糊，但那急促严厉的语气却清晰可辨。刘明，你现在立刻到董事长办公室来。电话那头的声音严厉而不容置疑。刘总皱眉：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正在处理。电话那头打断了他的话：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你惹错人了。刘总的表情瞬间凝固，脸色由红转白。什么？他怎么会？我马上过去。放下电话，刘总的目光重新落在我身上，这次却带着难以掩饰的震惊和一丝恐慌。你，他指着我，声音有些发抖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冷静地看着他，心中涌起一丝复杂的情绪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我父亲是陈国强。陈国强。刘总的瞳孔骤然收缩。星河贸易的陈总。没错，我平静地回答，内心早已料到会有这一天。刘总深吸一口气，整个人仿佛一下子泄了气。完了，这下完了，我们去董事长办公室吧。我率先迈向门口，心里想着父亲这次来公司谈的应该是上个月提到的那个合作项目。电梯上升的过程中，刘总的手不自觉地整理着领带和西装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。我心里清楚，父亲今天来公司并非偶然。星河贸易与远景集团的合作项目一直在推进中。董事长办公室的门打开，我看到父亲正和董事长相谈甚欢。爸，
我平静地打了个招呼，父亲和董事长同时转头。父亲看到我时，露出了一丝微笑。小陈，你来得正好。董事长是个和蔼的老人，看到刘总和我进来，笑着介绍：刘明，这位是星河贸易的陈总，我们正在商谈一项重要合作。刘总恭敬地和父亲握手，久仰大名。陈总，你好。刘总，父亲礼貌回应，然后看向我，看来你在远景过得不错，还可以，正在学习适应。我简短的回答，没有在父亲面前提及转正的问题。董事长好奇地看着我们，陈总，你们认识？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这是我儿子，他一直坚持要靠自己的能力在职场打拼，所以在贵公司应聘时没有透露他的家庭背景。董事长眼睛一亮，原来是陈总的公子，难怪这么出色，这份独立精神更是难得。刘总的表情精彩至极，额头的汗珠更加明显了，喉结上下滚动，一时不知如何接话。爸，我和刘总正在讨论我的转正问题，我决定主动说明情况。父亲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哦，有什么困难吗？刘总连忙插话，没有困难，小陈的表现非常出色，我们正在讨论他的未来发展方向。我冷笑一声，刘总的前后态度转变如此明显，令人作呕。刘总刚才还说我能力不足，不适合这个行业呢。我直截了当地说出真相，父亲的眉头皱了起来。是这样吗？刘总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，可能是有些误会。董事长也是一脸严肃。刘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刘总支支吾吾，无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。爸，公司规定市场部只有一个转正名额，刘总已经决定给刘洋，而不是我。我直接挑明。刘洋，董事长问道，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刘总脸色变得更加难看。刘洋也很优秀，而且他和刘总是什么关系？父亲追问道。刘总被逼到墙角，终于坦白，刘洋是我的侄子。办公室里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消化着这个信息。所以，你因为私人关系排挤掉了一个优秀的员工。董事长的语气中带着明显的失望。刘总低下头，无言以对。父亲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董事长。王董，作为父亲，我一直鼓励小陈独立自主。他加入远景集团时特意隐瞒了家庭背景，就是不想靠关系取得成功。董事长点点头，这种精神值得赞赏。我不希望利用我们的合作关系影响公司的正常决策，但我确实希望每个员工都能得到公平的对待。父亲的语气温和而坚定。我完全同意。董事长转向刘总。刘明，这件事你是怎么看的？刘总此时已经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。我承认在评估过程中有所偏颇，这是我的失误。既然如此，我有个提议。父亲说道，给这些年轻人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，让他们用实力说话。我感激地看着父亲，他尊重我的选择，没有直接为我解决问题。我赞同这个提议。董事长转向刘总。刘明，安排小陈和刘洋共同负责一个项目，根据表现公正评估，如何？刘总此时已经没有任何拒绝的余地。我完全同意。第二天，全部门都知道了刘洋是刘总侄子的消息，办公室里议论纷纷。难怪刘总一直偏心他，原来是自己人啊。小周小声嘀咕。刘总召开部门会议，宣布了一个重要决定，
考虑到市场部转正名额有限，公司决定给小陈和刘洋一个特别考核机会，他们将共同负责下个月的国际商展项目，根据表现由董事长亲自评定去留。刘总的语气中满是无奈，刘洋的脸色很不好看，显然对这个安排感到不满。会后，刘洋拦住了我：“你使了什么手段，居然能让董事长亲自过问？我只是要求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，而不是靠关系决定去留。”我平静地回答。刘洋冷笑一声：“别以为这样就能改变结果，我一定会赢的，那就拭目以待吧。”我不再理会他的挑衅，转身离开。刘总对我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，变得格外亲切，这让我感到有些讽刺。小陈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尽管提出来。刘总笑容可掬地说道。我礼貌地回应：“谢谢刘总，我会努力做好项目的。”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和刘洋开始为国际商展项目做准备。刘洋确实有才华，尤其是在创意策划方面，他的想法新颖独特，得到了团队的认可。而我则凭借扎实的执行力和细致的沟通能力，确保项目各个环节有序推进。我们被迫成为了一个团队，尽管彼此依然存在竞争关系。项目进行到一半时，突发了一个重大危机，主要参展商临时退出，导致展位大量空缺。这下麻烦了，如果找不到替代商家，整个展会就会受到严重影响。刘洋焦虑地说。刘总紧急召集我们开会，脸色凝重。这次撤展的是我们最大的参展商之一，影响非常恶劣。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，所有人都意识到这可能导致项目彻底失败。能否联系其他合作伙伴临时增加展位？我试探性地提出建议。刘洋摇摇头，时间太紧。大多数企业的展会计划都是提前半年安排好的。一时间，会议室里陷入了沉默，压抑的气氛让人喘不过气来。我有个想法。刘洋突然开口，既然找不到大型参展商填补空缺，为什么不考虑中小企业呢？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刘洋身上。他继续说道：“我们可以将原本预留给一家大型企业的展位，拆分成多个小型展位，以优惠价格吸引中小企业参展。这个想法不错，但如何在短时间内找到足够多的中小企业？”刘总提出质疑。刘洋陷入了沉思，显然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案。我思考了一会儿，决定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。我认识一些中小企业的负责人，可以尝试联系一下。刘总眼睛一亮，这是个好主意，你能联系一下吗？会后，我考虑再三，决定只用自己的人脉资源，而不是寻求父亲的帮助。我联系了以前实习时认识的几位企业负责人，经过一番努力，成功邀请了5家中小企业参展。真厉害，这么短时间就搞定了5家。刘洋难得地对我表示赞赏，还远远不够，我们需要至少15家才能填满空缺的展位。我清醒地指出现实情况。刘洋沉思片刻，突然说道：“我有个主意，与其被动联系企业，不如主动设计一个创新展区的概念，吸引企业主动报名。”什么创新展区？我好奇地问。我们可以设计一个未来科技创新区，专门面向有创新产品的中小企业，不仅提供展位，还提供产品路演和投资对接的机会。刘洋兴奋地解释道。这个想法确实很有创意，我不禁点头赞同，这样能够提升展位的价值，吸引更多企业参与。于是我们分工合作，
刘洋负责创意策划和展区设计，我负责企业联络和资源整合。经过3天的奋战，我们成功招募了20家创新型中小企业，不仅填补了空缺，还为展会增添了新的亮点。未来科技创新区的构想很棒，董事长在视察项目进展时赞赏道：“这种危机处理能力正是公司需要的。”刘总在一旁连连点头：“是的，他们的合作非常默契，互相补充。”展会当天，我们的未来科技创新区成为全场焦点，吸引了众多观众和媒体的关注。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有活力的展区，一位行业专家这样评价。参展企业也纷纷表示满意，有几家甚至当场签订了合作协议。展会结束后，统计数据显示，我们的创新区创造了超出预期的经济效益，成交额达到了原计划的150%，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。董事长在总结会上高度评价我们的工作。展会结束1周后，董事长召集我、刘洋和刘总到办公室开会。走进宽敞明亮的办公室，董事长和蔼地示意我们坐下。今天叫你们来，是要宣布一个决定。我和刘洋对视一眼，心里都明白，这关乎我们未来的去留。首先，我要再次感谢你们在国际商展项目中的出色表现，尤其是在危机时刻的沉着应对。董事长的语气中充满赞赏。刘总也补充道：“是的，他们的表现都超出了预期，展现了卓越的能力和潜力。关于你们2位的去留问题，董事长停顿了一下，我的心不由得提到了嗓子眼。经过综合评估，董事会一致决定，2位都可以留在公司。”董事长的声音清晰而坚定，我和刘洋都愣住了。原本预期的是1个人留下，1个人离开，但公司编制有限，这要怎么安排？刘总也露出疑惑的表情。董事长微笑着解释，刘洋将进入产品创新部，发挥他的创意才能，小陈继续留在市场部，负责客户关系和项目执行。我们都没想到会有这样完美的解决方案，一时间有些不敢相信。谢谢董事长给我们机会。刘洋率先回过神来，真诚地表达感谢。我也连忙点头，我们不会辜负公司的期望。董事长满意地看着我们，年轻人有能力就应该有舞台，公司需要像你们这样的新鲜血液。会议快结束时，我鼓起勇气提出了一个建议：董事长，我有个关于公司实习生评价体系的想法，说说看。董事长饶有兴趣地示意我继续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目前的评价体系过于依赖直接上司的主观判断，可能会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，建议引入多元评价机制，包括同事评价、客户反馈等。刘总脸色有些难看，但并没有打断我。此外，可以建立实习生导师制，由不同部门的资深员工担任导师，提供更全面的指导和评价。我继续补充道。董事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这个建议很有价值，恰好公司正在考虑优化人才培养机制。我想请小陈参与这个优化项目，提供更多实习生角度的建议。董事长看向刘总，你觉得呢？刘明。刘总顿了顿，最终点头同意。小陈确实很适合这个任务。走出董事长办公室，刘洋主动伸出手，恭喜，以后就是同事了。我握住他的手，合作愉快。你的创意能力确实令人佩服。刘洋笑了笑，你的执行力和人脉资源也让我刮目相看。我们算是互相成就吧。
刘总走在我们身后，表情复杂，欲言又止。电梯下行的过程中，刘总终于开口：“小陈，我为之前的行为道歉。”刘总，我已经不再介意那些事了，我真诚地说道。刘总摇摇头：“不，我必须承认自己的错误。我错误地用个人关系影响了职业判断，这是不专业的。我没想到他会如此坦率，一时不知如何回应。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，重新建立一个良好的工作关系。”刘总罕见地露出一丝恳求。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，重要的是能够认识到并改正。我伸出手：“新的开始。”刘总明显松了一口气，紧紧握住我的手。新的开始。刘洋在一旁微笑着看着我们：“叔叔，你总算做对了一件事。”刘总没好气地瞪了侄子一眼，但眼中却带着几分宠溺。电梯到达1层，刘洋突然问我：“对了，你爸到底是做什么的？我叔叔一直以为你有什么了不得的背景。”我笑了笑：“我爸是星河贸易的总经理，主要负责国际业务拓展，最近正在和远景集团谈一个重要合作项目。”原来如此，难怪董事长对他那么尊敬。刘洋恍然大悟。刘总尴尬地咳嗽一声：“我还以为……对了，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你父亲的身份？”“因为我想靠自己的能力获得认可，而不是依靠家庭背景。”我平静地回答。刘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：“难怪你那么拼命，原来是要证明自己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坚持。”我微笑道。半年后，我已经完全适应了正式员工的身份，工作也逐渐步入正轨。公司的实习生评价体系经过改革，变得更加公平透明，得到了员工们的普遍好评。刘洋在产品创新部如鱼得水，他策划的几个创意项目获得了市场的积极反响。我和刘洋经常一起吃午饭，分享各自部门的见闻和经验。听说你上个月的客户满意度评分是全公司最高的。刘洋咬了一口三明治，随口问道。我谦虚地笑笑，可能是客户心情好。得了吧，大家都知道你有多认真负责。刘洋翻了个白眼，连我叔叔都经常在会上表扬你。提起刘总，我不由得感慨万千，他确实改变了许多，不再是那个冷面严苛的上司。新一批实习生已经加入公司，我被指定为其中2位的导师，负责指导他们熟悉工作。前辈，请问这份报告需要怎样完善？一位年轻的实习生拿着文件，怯生生地问道。我仔细翻看他的报告，指出关键问题，数据分析部分需要更加深入，建议从这几个角度考虑。下班时，我收到父亲的短信：“今晚有空吗？一起吃个饭。”我回复确认后，收拾东西准备离开。刘总从办公室走出来，叫住了我：“小陈，下周的客户见面会，你来主持吧。”刘总脸上带着信任的微笑：“没问题，我会做好准备的。”我自信地回应。离开公司大楼，温暖的夕阳映照着高耸的建筑，为玻璃幕墙镀上一层金色的光芒。想起半年前那场激烈的对峙，再看看今天的和谐氛围，恍如隔世。在餐厅见到父亲，他明显气色很好，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笑意。听说你在公司表现很出色啊，刘总经常向我夸你。父亲一边倒茶一边说道。我惊讶地抬头，你们经常联系？父亲笑了笑，自从上次合作成功后，我们公司和远景集团的业务往来越来越密切，自然会有交流。你没有特意关照我吧？
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道。父亲正色道：你知道我不会那样做的，你的成就完全是你自己的能力使然。我松了一口气，举起茶杯，谢谢爸，谢谢你尊重我的选择。父亲与我碰杯，我一直相信，真正的成功来自于实力和坚持，而不是捷径和关系。说起来，当初那句你知道我爸是谁吗？可真是个乌龙啊！我忍不住笑出声来，父亲也笑了。是啊，我摇摇头，无所谓了。至少现在证明了我确实有能力留在这个位置上。你已经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了。父亲的眼中满是欣慰。远处，远景集团的大楼依然灯火通明，那里有我奋斗的舞台，有我成长的见证。新的一天即将开始，新的挑战等待着我，但我不再害怕，因为我知道，只要坚持自己的原则，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，都能迎刃而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